今天我想和你们聊一件让大多数人，包括华盛顿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政客，还有华尔街那些拿着100万年薪、穿着定制西装的分析师都不愿意面对，甚至可以说是不敢面对的事情。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一个会让你们觉得我是个疯老头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眼中那个关于台海冲突何时爆发的问题，本身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呢？如果我告诉你们，当你们还在电视机前争论美国航母是否应该介入，或者在推特上为了某个法案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真正的棋局其实早在你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呢？这听起来很疯狂，对吧？这就像有人在19世纪末告诉你马车的时代结束了，或者像那个叫做埃隆·马斯克的家伙说，未来的能源其实可以是免费的一样。你们会觉得我在胡言乱语，但是请暂时放下你们的偏见，放下 CNN 或者 Fox News 喂给你们的那些垃圾快餐资讯。我要说的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残酷，但又完全符合所有互利法则和复利定律的真相。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冲突何时开始，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现在还阻止得了吗？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用逆向思维去审视这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把那些虚伪的漂亮的政治口号像剥洋葱一样剥离掉，只看最底层的逻辑，你一定会问出一个让我夜不能寐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在美国还没搞清楚游戏规则之前，就已经悄悄赢下了整盘棋？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一旦这是真的，哪怕只有50%的可能性是真的，你们现在所有的投资模型，所有的地缘政治假设，你们退休账户里的资产配置，都将变成废纸。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像好莱坞电影里那样，在最后1分钟靠着超级英雄的爆发力逆转乾坤。真正的力量是在多年甚至几十年里一点一滴枯燥乏味的累积出来的。这就像复利，爱因斯坦说它是世界第8大奇迹，而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中国正是那个最懂复利的玩家。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我称之为 Lollapalooza 效应的现象，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结果。今天我们就把那些嘈杂的噪音关掉，用一种你们从未听过的角度来解剖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在很多年前，我非常推崇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知道如何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是在用几代人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这就引出了我想说的第一个内核观点，也是这场博弈中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差别：时间维度的错位。中国下的是长期棋，而美国做的是短期应激反应。这个简单的差别几乎可以解释今日台海周围发生的一切诡异现象。你们看看美国的政治系统，我不得不说，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很多优点，但在战略连贯性上，它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现在的美国政府就像是一个患有严重多动症的躁郁症患者，每隔4年甚至每隔2年，华盛顿就要换一批人，换一套说辞。上一任总统退出的协议，下一任总统上来就重新签署，再下一任可能又退出了。国会里的那些人整天忙着为了预算案吵架，为了选票在镜头前作秀。这就好比一家公司每2年就换一次 CEO， 而且新来的 CEO 唯一的 KPI 就是否定前任做过的一切。你敢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吗？我是绝对不敢的。再看看华尔街，更糟糕。
他们看的是什么？是下个季度的财报。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在3个月内把股价炒上去，好让自己拿到巨额奖金，然后去汉普顿买别墅。如果一个项目需要投资20年才能看到收益，哪怕它能改变国运，哪怕它能通过技术革新造福全人类，华尔街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砍掉。为什么？因为它的现金流折现模型里前5年很难看，这就是美国的时间感急促嘈杂，充满了短视的噪音。美国投资的是下一次大选，是下一个季度的美股收益。但是让我们转过头看看太平洋对岸，中国拥有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物钟，那是一种深沉的、缓慢的，甚至对于习惯了快节奏的西方人来说，是一种让人感到压抑的节奏。当世界被选举、股市熔断、战争丑闻，甚至是某个好莱坞明星的离婚案吸引注意力的时候，中国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那些最枯燥、最不起眼但最重要的事情。这几十年来，他们在建港口，不是1、2个，而是把整个东南亚、非洲甚至南美的港口都串联了起来。他们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在吉布提，他们不是在玩大富翁游戏，他们是在控制节点的流动。他们在建铁路，把钢轨铺到了你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荒原上，铺到了老挝的丛林里，铺到了中亚的沙漠里。他们在建高速公路，建庞大的工业园区，掌握稀土的提炼技术。他们在打造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中心。即使在利润最微薄的时候，哪怕是做那些西方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攻克5G， 建设能源通道，发射北斗卫星系统。你看不到他们在推特上打嘴炮，你看不到他们为了一个法案吵得面红耳赤，他们只是在做。这种执行力，这种长达几十年的战略定力，让我想起了一家我非常喜欢的公司——好事多。好事多不打广告，不搞花里胡哨的促销，不玩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他只做一件事，几十年如一日的优化供应链，把成本压到极致，把会员服务做到极致。你会觉得好事多很无聊吗？也许吧。但当沃尔玛反应过来的时候，当亚马逊试图进攻线下的时候，他们发现好事多已经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护城河。中国就是地缘政治里的好事多。中国投资的不是下个季度，而是2040年，甚至是2050年。这不仅仅是策略的差别，这是结构的差别。在这种结构性的错位下，结果往往非常清楚。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一边是每2年就换一次策略的公司，另一边是为一个目标坚持了30年的公司，你会把钱投给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除非你是个傻瓜。在战略里，赢家往往不是跑得最快的那个，而是最早开始准备并且坚持得最久的人。这不仅是投资的智慧，也是大国博弈的残酷真相。我常说一句话，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那我永远都不会去那个地方。这就是逆向思维。我们用逆向思维来看看现在的局势。如果美国想要输掉这场竞争，他应该怎么做？很简单，他应该等到危机发生后才开始手忙脚乱的反应。不幸的是，美国现在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总是等到房子漏雨了才想起来去买瓦片的人。美国变成了反应式的动物。看看历史，美国看到了珍珠港被炸才开始造航母，美国看到了苏联卫星上天才开始搞登月计划，美国看到了新冠疫情失控才开始搞疫苗供应链，美国看到了半导体危机才开始搞芯片法案。但是中国呢？中国是在危机到来前就在准备。
这就像是一个精明的保险精算师，他们在看到了乌云影子的那一刻就开始布局。举个例子，美国最近几年才开始嚷嚷着要卡中国的先进芯片，要限制高端技术，这看起来很凶狠，对吧？媒体都在欢呼制裁生效了，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亡羊补牢。因为如果你深入去了解中国的产业政策，你会发现他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他们几十年前就开始送学生去学理工科，哪怕那时候他们很穷。他们建立自己的半导体生态，虽然现在还不够完美，比起英伟达还有差距，但那个飞轮已经开始转动了。而且一旦开始转动，基于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红利和市场需求，它的迭代速度会非常惊人。再看资源，美国现在突然发现稀有矿物很重要，想要去非洲抢钴，去南美抢锂。结果呢，当美国外交官拿着美元去谈判的时候，发现桌子上早就放着中国的合同了。那些合同是10年前、15年前签的。那时候美国人在干什么？在搞金融创新，在把制造业外包，再说说海军。美国要对抗中国海军，这在制造业的逻辑下简直是个笑话。你知道现在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多少倍吗？具体数字一直在变，但量级上的差距是惊人的。当美国的造船厂连维修一艘核潜艇都要排队几年，因为缺乏熟练的焊工和配套设施时，中国的船坞里像下饺子一样在下水驱逐舰，055大驱一艘接一艘，这些都不是巧合。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这都是长期计划的产物。这是一个国家把延迟满足运用到极致的表现。而在所有的这些布局中，有一条明线贯穿了中国过去30年的所有大动作：能源安全、海军扩张、供应链控制、外交拓展。所有这些看似独立的拼图，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终极目标，也是中国拼图的最后一块——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一个战略岛屿，是一个用来遏制对手的棋子，是第一岛链上的一把锁。说的难听点，它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一项资产。既然是资产，就可以交易，可以评估投资回报率。但对于中国来说，台湾不是资产，它是历史，是民族命脉，是未完成的事业。这就带出了2种完全不同的情感重量和意志力。美国可能会犹豫，因为为了一个棋子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华盛顿的政治算计里是不划算的。如果有更大利益，他们随时可以抛弃。但中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当一方愿意 all 减印，而另一方还在计算赔率的时候，胜负的天平其实已经倾斜了。现在我们要进入最深层的部分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可能已经拦不住了。在我的投资哲学里，有一个概念叫 Lollapalooza 效应，这是我发明的词，意思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在同一方向上产生的叠加效应，最终导致一个巨大的非线性的结果。今天的台海局势正是4种巨大杠杆的叠加，这4种杠杆就像物理学定律一样，无情地将局势推向北京。这是最基础的物理学。在这个领域，我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美国很强，这毋庸置疑，但台湾离美国太远了，而离中国太近了，这就是距离的惩罚。就像你不能指望在伦敦指挥一场发生在加尔各答的救火行动一样，哪怕你的消防车再先进，等你到了，房子早就烧光了。中国的部队几个小时就能完成集结和部署，而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从横须贺或者圣迭戈赶过来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陆基导弹、
空军力量从沿海就能覆盖整个区域。在军事后勤学上，距离就是成本，距离就是风险。中国占据了绝对的主场优势，这是上帝给的，美国改变不了，除非美国能把台湾岛搬到夏威夷旁边。第二种杠杆，经济杠杆，供应链的绑架，这是最精彩也是最讽刺的部分。你们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哪怕局势这么紧张，华尔街依然不敢真的和中国脱钩吗？哪怕政客们喊得再响，苹果、特斯拉、通用汽车依然离不开中国，因为痛。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它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供应链系统，不只是低端制造，而是从电子、金属、化工到机械的全产业链。如果美国想真的制裁中国，像制裁俄罗斯那样，把中国踢出 SWIFT， 或者进行全面封锁，全世界都会跟着痛，物价会飙升，沃尔玛的货架会空一半，工厂会因为缺一个螺丝钉而停工，航运会大乱，美国公司的财报会变得惨不忍睹，苹果的市值可能会腰斩。而那些华盛顿的政客，他们最怕什么？他们最怕通胀，最怕选民抱怨物价太高，最怕股市崩盘影响连任。所以每当华盛顿想举起大棒惩罚中国的时候，他们得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会不会伤到我们自己更多？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护城河，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全球经济绑定在一起，他让对手在开枪前先得看看会不会打烂自己的脚，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防御。第三种杠杆，政治杠杆，永恒的消耗战台湾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完美的政治杠杆。只要这个话题存在，中美关系就永远不会平稳。北京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只需要保持压力，不需要真的开战。只要中国稍微增加一点军机巡逻，美国就要动员航母，就要花费数亿美元的部署成本。只要中国改变一点措辞，美国国务院就要重新开会，就要去安抚盟友，就要派高官穿梭访问。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策略，让对手永远忙于防守，让对手永远消耗心力。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决策成本很高，它的内部分裂很严重。只要台湾议题保持热度，美国内部就会为了该强硬还是该妥协，吵得不可开交。鹰派和鸽派会互相攻击，国会和白宫会互相扯皮，这就是在利用对手的系统性缺陷。中国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需要保持这种不确定性，就足以让美国的战略中心无法转移，让美国永远处于压力之下。第四种杠杆，心理杠杆，意志的不对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谁更非赢不可。战争归根结底是意志的较量。对中国来说，台湾是核心利益，没有退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写在他们宪法里的，是刻在他们民族记忆里的。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对美国来说，台湾重要，但它不是美国的生死存亡。如果失去了台湾，美国会很没面子，第一岛链会破裂，战略信誉会受损。但美国还是美国，加州还是加州，美元大概率还是世界货币。这种心理上的不对称，决定了双方在危机时刻的反应。一方把这看作是命脉，另一方把它看作是资产。在博弈论里，那个愿意把身家性命全部推到桌中间的人，往往能吓退那个只是想来赢点小钱的人。这就是意志杠杆。中国利用这种必定统一的决心，在心理上已经占据了高地。当我们把这四个杠杆，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叠加在一起时，你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 Lollapalooza 效应。这4种力量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相陈述，产生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像是一列重载火车，起步的时候很慢，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在动，但当它加速到一定程度，哪怕它是缓慢的，巨大的惯性也决定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它瞬间停下来。世界的天平正在慢慢的、清楚的倒向中国。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美国现在还阻止得了吗？如果一个国家准备了20年，构建了所有的基础设施，锁定了所有的资源，统一了所有的意志，而另一个国家只在最后2-3年才开始惊慌失措、地反应，而且内部还在为了性别议题、为了堕胎权、为了预算案吵架，你觉得结果会是可以逆转的吗？真正的力量不只是此刻谁的拳头比较硬，而是谁花了更多的时间为这一刻做准备。在我看来，那扇门可能已经悄悄关上了。北京现在掌握的不仅仅是一个岛，它掌握的是一个能改变整个世界力量平衡的杠杆。北京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杠杆只要运用得好，就能让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失去主导权。它不需要每天施力，只要它站在那里，杠杆就一直存在。美国不能预测，日本不能预测，台湾不能预测，欧洲更不能预测。而在金融市场里，在政治博弈里，这种无法预测性就是最大的权力。这是一种阳谋，你就看着它发生，但你无能为力，因为你错过了阻止它的最佳时间窗口。那个窗口也许是20年前。我记得我有一次和巴菲特聊天，我们谈到一家经营不善的企业。巴菲特说，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个洞里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挖掘。现在的美国就在拼命挖掘，他们试图用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联盟、更多的口号来填补这个洞，但往往只是让洞变得更深。好了，我知道我说这些会让很多人不舒服，甚至可能会有人在评论区骂我是个老糊涂，或者说我被谁收买了，但我根本不在乎。我想告诉你们，作为一个活了快100岁的老头子，我看过太多的帝国兴衰，看过太多的泡沫破裂，从大英帝国的日落到苏联的解体，再到日本泡沫的破灭。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和现实争辩。现实是不讲情面的，它不在乎你的意识形态，不在乎你的道德优越感，它只在乎实力、逻辑和复利。北京的优势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经过多年慢慢累积，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就像地壳板块的运动，平时你看不到，但当它发生地震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美国仍然强大，仍然有盟友，仍然有创新能力，但一个只会反应的力量永远追不上一个早已布局的力量。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世界了。如果你们还用旧的眼光看问题，还在幻想这只是一场短期的地缘政治摩擦，那你就是那个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前，还在甲板上为了抢一把躺椅而打架的人。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无论你是做投资，还是看新闻，亦或是规划你的人生，都要学会看那个房间里的大象。第一，降低你的预期。既然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地缘政治的摩擦不可避免，那就不要指望过去那种线性的增长。第二，拥抱实物资产，远离虚幻的故事。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掌握供应链、掌握能源、掌握核心制造能力的人，永远比掌握 PPT 和金融衍生品的人更安全。第三，学会逆向思考，别只看这周的新闻头条，
要去思考10年后的世界格局。第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保持理性，不要被愤怒和恐惧裹挟。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清醒的头脑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如果你能做到这几点，那么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无论大国博弈谁胜谁负，你至少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掉进悬崖的驴鼠。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头子的话还有点道理，去读读历史书，去看看地图，别只盯着 K 线图，